原来择偶观炸裂的熊猫不仅有七仔，还有于可于爱的老爹蔓越莓。都知道蔓越莓因脚上长了血管瘤，被中心安排在了非展区静养。可春天一到，这小子觉得自己又行了，非要奶爸安排个美女来跟他相亲，不然就扣自己脚上的血痂丸。面对威胁，奶爸只能如他所愿。别的小熊相亲好歹得挑个顺眼的，可蔓越莓却和七仔一样主打博爱，刚和女熊见面就熟练的直奔主题，历时1分11秒顺利结束战斗。不过让姨们惊讶的并非相亲速度，而是女熊竟是姚曼幼年园同学申彬。2009年出生的她比蔓越莓大了整整6岁，只能说这小子年纪不大，玩得倒挺花。要知道蔓越莓的前妻二顺甚至比她的老妈姚曼还要大2岁，可真心相爱的两熊才不管外界的闲言碎语，没多久就拥有了爱情结晶于可于爱。但如果二顺知道蔓越莓的初恋其实是自己的妹妹芒仔，是否还会坚定不移地选择她呢？比16岁的蔓越莓首次上繁育场，原本工作人员只是想让她观摩学习，没曾想竟和10岁的芒仔看对眼了，于是两熊就你情我愿的相了亲。谁料半路竟突然杀出来个荆轲，不仅一举夺走了虫洞洞花的芳心，就连当年芒仔生的孩子也是荆轲的种。对此蔓越莓直接哭晕在厕所，伤心不已的她扭头娶了佳美和绣球，分别生下了美年达、美心以及悠悠。据说当时绣球相亲几次都不满意，唯独对年轻帅气的蔓越莓一见钟情。两熊结束分开时，绣球还非常舍不得他，一直咩咩叫个不停，企图挽留帅哥。等到蔓越莓因血管瘤暂别繁育场后，这小子也一点也没闲着，到处撩女熊，以至于脚上的伤口反复开裂结痂。工作人员只好将他调到监护兽舍，和一群爷爷熊奶奶熊住在一起。没曾想这小子连30岁的英英都不放过，气得杨奶爸吐槽他老的小的都想要，都说得不到的熊熊才是最好的。如今蔓越莓满心满眼都是怡然姐姐，当初住人家隔壁时就天天唱情歌，只可惜两熊一直没能在繁育场上碰见。但总的来说，蔓越莓也算是熊生赢家了，毕竟比他大1个月的萌兰还在马卡巴卡，而他7岁就有5个孩子且儿女双全了。眼前这只正努力炫饭的漂亮小熊，就是天生残疾无法行走的福碗。虽然小家伙已经很久没有对外展出，但能看出他被照顾得很好，浑身白白净净，蓬蓬的包子脸更是一整个萌化人心。而他吃的也是奶爸奶妈包好皮的新鲜嫩笋，或许是担心福碗爬行时磨破屁屁，贴心的饲养员还给他穿上了小裤子。看到这，想必姨姨们也都放心了吧。小福碗是不幸的，但也是幸运的。虽然他因天生脊椎问题无法正常行走，但也得到了更多的疼爱和呵护。都知道福碗和福如是一对双胞胎姐妹，而在野外，熊猫妈妈通常会放弃体弱的那只，但福禄妈妈却从未放弃身有残疾的大女儿，经常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陪她玩耍。当小福碗翻身想要爬向摄影师时，担心她的福禄赶紧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并抬起双脚稳稳地拖住小家伙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外，福碗还幸运地遇到了有爱的饲养员。由于不能像其他小熊那样爬上高高的大树，小家伙喜欢待在外场角落里寻求安全感，仅仅是一根小树枝就能被他摆弄半天。然而正是因为小福碗的特别，竟让他遭到不良游客的恶意对待。他们趁福碗在墙角玩耍时故意泼水取乐，行动不便的小福碗直接被吓出了狗叫，但也只能委屈巴巴地躲到了树底下。好在发姑奶爸得知此事后及时赶到，心疼地把躺在树下的福碗抱起来，并轻轻拍去他身上沾的灰尘和树叶，然后不停安慰怀里的小家伙。而北霞看到后也来到奶爸身边，和福碗妹妹贴贴默默安慰着他。或许是感受到奶爸朋友吉猫粉的关爱，福碗很快振作起来，不再向命运低头。当小伙伴们挤在一起嬉戏打闹的时候，只有福碗会默默找一棵树反复练习攀爬，无数次的跌落又一次次的重振旗鼓，他终于能凭借手臂力量顺利的爬上木架，甚至最后仅凭一只手就能牢牢抓住树干，然后另一只手把调皮的福如妹妹给拽下来。如此励志的小家伙怎能不让姨姨们喜爱？为了保护福碗基地不再安排他展出，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视频报平安。小家伙肉眼可见的长成了大姑娘。虽然基地没有明确表示能够治愈福碗，但只要小家伙往后熊生每天都幸福健康，想必就是所有猫粉姨最大的愿望。如果大熊猫也能参加高考，哪位考生能顺利升学清北呢？第1位萌兰，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。当萌儿蹲在门口划拉铁盆催饭时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木叔起哄让他使劲，早已破解人类语言的萌兰立马就使劲划拉，使劲划拉呀！别的小熊要很久才能学会行为训练，萌兰才2岁就能做得非常标准了。奶妈把指挥棒放到哪里它就碰哪里，头脑清晰，学习能力强，绝对是清北好苗子。第2位于爱，因智商太高人送外号于爱因斯坦。有次院子里的吊篮绳子打结了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哪里出了岔子，于爱就爬上去精准咬住其中一根绳子，借助身体下坠的力量轻松解开了吊篮。而当哥哥于可的腿被木架卡住时，爱姐麻利的翻越木桩并往外掰树干，让哥哥趁缝隙变大赶紧将腿解救出来。
如此聪明的爱姐绝对能成为省状元。第3位金虎，除了不会说人类语言啥都懂。当奶妈告诉金虎窝头在脑袋上时，听懂的胡子立马伸手拿了下来。听到奶妈要求自己翻个跟头，胡子果断照做，哄得对方开心不已。胡子翻一个，翻个跟头，哎呀没呀怪的，哎呀怪的呀。因为动物园经常有游客乱丢东西，奶妈就嘱咐金虎不要捡丢下的东西吃。金虎啊，今天人特别多哈，明天也会更多的啊。对，游客要把你那里扔东西，你别吃，听不听见？哎呀，乖的啊，好的，哎，乖的啊。就是说金虎皮套下藏了个人吧，这要是考大学分分钟手拿把掐。第4位福宝，学习能力超强并擅长思考。宋爷爷经常趁福宝不注意搞偷袭，学会的福猪猪直接运用到了爱宝身上，只可惜躲得不够快，被妈妈抓住后就吃了2大嘴巴子。而江爷爷为了增加福猪猪的运动量，把胡萝卜放在了绑扫把的绳子上。福宝尝试好几次都摔了个熊仰马翻，最后他灵光乍现，身手敏捷地爬上木架，成功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美味胡萝卜。如此聪明的小熊怎能不让姨姨们心软软？第5位灵言，能歌善舞，聪明果敢。奶爸为了锻炼好大儿的后肢力量，特地将精心制作的取食器挂到了木架上。可胖妍只是看了几眼，知道从根源解决问题，直接亮出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穿风绒的线。当奶爸给好大儿拿来一根新鲜笋笋，并嘱咐他要宠粉面对游客吃的时候，胖妍听话的转身面对粉丝开启吃播。面对游客吃，去，可不敢有背对着，去乖，对。就是说，怎么会有如此全能的熊熊，干啥都行，宠粉第1名，可见胖妍能成顶流不是没有原因。不过相较于以上这几位种子选手，女明星花花就厉害了，直接直通博士，甚至一毕业就荣升为文旅局局长。就是说，这放眼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清北好苗子呢？七仔不愧是地主家傻儿子，浑身上下就剩眼珠子聪明了。这天饲养员把苹果放到了树杈上，七仔站起来后刚好差那么一截咬到，没曾想他不仅丝毫没有要爬树的意思，反倒固执的张大嘴等苹果自己落下来。很难不怀疑七仔半夜跟袁润通过电话。都知道地主家傻儿子性格懒散，爱好躺平，主打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躺着绝不站着。奶爸私底下没少吐槽好大儿又懒又馋。这个的话就是性子比较慢一点，和别的陌生的就是更懒一点，平时不太喜欢爬树。其他成年熊猫还会爬的，我没有见过它爬过。偶尔爬个木架就是七仔的极限了，甚至他上去也只是想睡会觉。就算是下雨天，七仔也懒得回家躲雨，而是坚信只要脸没湿就不算淋雨。为了让他修身养性，奶爸耗费了不少心思，每次来钓猫都拿着七仔最爱的胡萝卜。被小零食吸引的他立马站起来全程配合，感觉只要胡萝卜够多，七仔能走出陕西。不过大部分时间七仔依旧我行我素，就算被喜鹊夫妻联合薅毛也懒得动。这要是发生在于爱身上，结局肯定不同。喜鹊不仅小命不保，没准老巢都被端了。当地主家傻儿子睡觉被青团憋醒，七仔动都懒得动，直接撅起屁股窝屎。恰好此时奶爸把胡萝卜头喂到他嘴边，直肠子的七仔拿起来就吃，嘎嘎响。虽然网友都说地主家傻儿子邋遢，但实际上他确实挺邋遢的。当奶爸打扫干净熊舍后，能否保持干净，全看好大儿当天有没有在外面滚泥巴玩。再加上七仔熊舍主打一个纯欲风，家徒四壁，只有一个小床板，七仔就板板正正的躺在上面思考熊生，感觉他穷的只剩800个心眼子了。其实七仔小时候性格非常活泼，甚至神勇到一拳一个揍哭小熊友，就算其他小熊合伙反抗也无济于事。不仅如此，树上打也占据了绝对优势。只见七仔踩着最细的枝疯狂输出，把小熊友们一个个掀翻到地上，心想谁怕谁，我可是隐藏款。只能说七仔能有如今的幸福生活，完全是自己一拳一拳挣回来的。别的小熊还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而七仔已经娶了5个老婆3个娃，闲来没事还能跟小姑娘谈个恋爱，这绝对是妥妥的熊生赢家。有次七仔谈恋爱太过入迷，不愿回家，饲养员只好先收走美女熊，再来劝他。没曾想七仔嫌他碍事，气得不停狗叫，只能说没有任何事物能打扰他约会。不知这小子的熊生要被多少男熊羡慕。小熊精萌兰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受欺负了会找饲养员告状。这天萌萌被小熊友咬了一口屁股，小熊精立马委屈了，嘤嘤叫着告状。你们快看啊，有坏蛋欺负熊家，生怕姨姨们不信，他扭头疯狂示弱，就是他，咬的萌萌可痛了。都知道萌兰小时候仗着体重优势，把月亮产房的小熊友挨个欺负了个遍，可等到熊家都会走了，体重优势就没了效果。萌萌战五渣属性彻底暴露无遗，他又想跟人家耍，然后他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他打不赢人家。而被小伙伴们堵在墙角疯狂揉捏后，萌兰也会跑去跟美奶妈撒娇告状。如此软萌的小熊，谁看了能不心软软？不仅如此，萌兰还能跟饲养员无障碍交流。高光名场面就是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，对奶爸的每句话萌萌都做到了有回应。60多斤了，你也晓得你60多斤了。哎，胖儿，胖儿，
看样子萌兰小年纪就有偶像包袱，知道在镜头下不能暴露真实体重。当萌兰升入谭爷爷的幼年班后，小熊精会在爷爷收猫时边跑边回忆，因为担心对方等太久，还知道抄近路，哪怕累得跑不动了，仍是不肯停下。此外，萌兰在学习方面绝对是天才。其他小熊要很久才能完成行为训练，但萌儿才2岁，动作就已经很标准了。饲养员把铁棒放到哪里，它就碰哪里，动作迅速且精准，感觉智商能碾压小学生。当饲养员敲击钢圈示意萌兰伸手抓时，萌儿心领神会，乖乖将手伸了出去。随后的训练过程中也没有出过任何错误，就是说如此乖巧聪明的萌儿，难怪能赢得饲养员和猫粉的喜爱。因为徐老爷给了萌儿无尽的关爱，萌兰想和对方分享好吃的竹子，于是精挑细选了一根从窗口递过去，发现有叶子的这段送不过去。聪明的萌兰立马调转方向塞了进去，转身离开时那欲言又止的小模样，仿佛在叮嘱徐老爷别忘了享用。而面对每天前来看望自己的粉丝，萌兰也大方地分享自己最爱的竹子，还傲娇地贴在玻璃上来个近距离宠粉，得到姨姨们的夸奖才满意的离开。只能说萌兰是懂如何拿捏猫粉的心的。当萌儿玩累了打算回熊舍休息时，还没看尽兴的游客纷纷发出失落的叹息。萌兰听到后，即将踏入家门的脚停顿了下，随后踏着欢快的步伐摇头晃脑地跑了出来。突如其来的惊喜令在场游客高兴不已，如此暖心温柔的小熊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。愿萌兰熊生平安顺遂，喜乐无忧。灵言是如何跟奶爸相爱相杀的？每天都致力于让饲养员陷入崩溃。这些天胖妍使出浑身解数卖力整活，可辛苦一整天，奶爸却让麦麦先下班。我们的大功臣胖妍顿时就不高兴了，心想我可是3分钟让男人花3000万的男熊，因为这几天活动量巨大，吃的也就更多了。胖妍当即施展抱负，在水池里加了点小料，奶爸只能用网兜仔仔细细的把青团捞干净。没曾想胖妍又打包很多竹子来到小红船上选，等到下班时间，红船旁的青团已经多到无从下脚了，甚至胖妍的熊舍正中央还有一滩草莓塔。只能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爸内心的崩溃。此外，为了让正义网友站在自己这边，戏精胖妍愣是守着一大捆竹子去吃草，下雪后还坐在冰茶澡盆里卖场，渴了就捞起冰块啃，凄惨无比。堂堂国宝大熊猫吃不饱穿不暖，饿得浑身上下只剩300斤了。胖妍怕不是和奶爸有着血海深仇，不然怎会招招都往对方心窝窝里戳。其实胖妍和奶爸的梁子很早就结下了，因为他白天玩得太累，晚上睡觉打呼噜，吵得隔壁麦公子睡不着，睁眼就天亮。胖妍的狂欢，麦麦的越夜越精彩。随后麦公子一怒之下投诉到了园方，看着灵妍又露出那张熟悉的委屈脸，无奈之下奶爸只好收走了胖妍的玩具。没曾想夜幕降临，他又开始洗澡唱歌，麦麦再次睁眼到天亮，整只熊恍恍惚惚，饭都没心思吃了，举着竹子就开始呼呼大睡，感觉整个熊猫界只有麦麦的黑眼圈是真的。因此，为了让麦公子安安稳稳睡个好觉，雷达奶爸只得悄悄潜伏在胖妍身边。每当好蛋儿打盹时，就会及时出言制止。再吃再吃，我正在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呢，别喊了。胖妍也很戏精，每次听到奶爸呼唤，就会假装很忙的样子，哐哐啃竹子。不仅如此，胖妍干坏事偷拆房顶时，也被火眼金睛的奶爸及时制止。这让一身牛劲却无处施展的胖妍，如何能轻易咽下这口恶气？因此，如今的胖妍还学会了面壁思过，背影像极了一朵坚毅不屈的小白花。熊熊，我是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。要不是全网都知道了他演技精湛，恐怕这盛世真就如灵妍所愿了。饲养员爷爷看着熊猫福宝的画像，努力控制着情绪，可转身的那一刻，还是忍不住擦拭眼角的泪水。他们是全网最感人的一对饲养员和熊猫。2020年，福宝在韩国3星爱宝乐园出生，按照协议，他将开启为期4年的旅韩生活。也就是在这里，福宝遇到了把自己宠成公主的江爷爷。江爷爷把福宝从小带到大，对待他早已当成亲生孩子一般。他会把竹子做成各种形状，哄着福宝乖乖吃饭。为让福宝养成刷牙的好习惯，江爷爷用竹子做了一套牙杯牙刷，每天耐心的给他刷牙，还会乐此不疲的给福宝做各种玩具。当江爷爷注意到福宝对自己的智能手机感兴趣后，他会用竹子给福宝做个一模一样的，还会给他戴上亲手做的竹子眼镜。从抱着弹奏的吉他到中国的笛子，从挂在树上的吊床到摇摇木马，从美美的仙女棒到南瓜魔法扫把，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，江爷爷给福宝做了60多件玩具。而对于每一件玩具，福宝都爱不释手。当江爷爷拿给他一个亲手做的南瓜书包后，福宝会像小姑娘般抚摸着心爱的礼物，然后又拿起来在脸上蹭蹭。而当江爷爷辛苦好几天给福宝做了个滑梯后，他还会先爬上去试试安不安全。一开始福宝不敢玩，爷爷就会在他耳边鼓励。等到福宝终于勇敢地爬上去后，江爷爷也会为他拍手叫好。
有次江爷爷看到福宝拿着一片枫叶玩了很久，第二天他就扛来几大袋枫叶，看着福宝像个孩子般欢喜的打滚，江爷爷的脸上也露出了宠溺的微笑。而明明是韩国人的江爷爷会努力教福宝认识中国的汉字，又担心福宝回到中国后交不到朋友，江爷爷也一直在教他中文。 잘 하지 못해요. 제가 중국어를 조금씩 가르치고 있습니다. 그래서 나중에 이 친구가 중국어를 만나러 돌아가게 되면 그때 잘 적응하라고 중국어를 가르치겠습니다. 니하오, 후바오. 不过福宝也有叛逆的时候，当他不想让江爷爷给自己检查牙齿时，福宝会蒙住眼睛捂住耳朵当爷爷不存在，还会因为江爷爷不陪自己玩，就像个孩子般撒娇抱着他的腿不放。就连江爷爷都感叹觉得福宝身上像有拉链，里面还藏着个调皮的孩子。 어린이 친구가 정말 장난꾸러기 어린이 친구가 이 안에 들어가 있는 것 같아요. 福宝在韩国生活的这几年，正是因为江爷爷给的无尽宠爱，让他活成了真正的财阀小公主。而每想到福宝明年就要离开自己，江爷爷都会难过的掉下眼泪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福宝早已如同家人一般。希望回到中国的福宝也一定会想念江爷爷。 熊猫界竟然也有女装大佬，美兰相亲季闹出史上最大乌龙。2006年，美兰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出生，作为旅美大熊猫伦伦和杨洋的第一个孩子。自打她出生以来，就被美国媒体疯狂报道，每天排队看美兰的人有成千上万。要知道，大熊猫在幼崽时由于体型小，发育不明显，等到3岁以后才能辨别性别。 但由于美兰举止优雅、长相秀气、五官精致，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直接判定她是母熊。 还因为悠悠然然的性格、楚楚动人的眼神、自带的忧郁气质，有了“熊中林黛玉”之称。2010年，美兰乘专机回到成都，并参与到熊猫基地的繁殖计划中。为了给美兰寻求一段好姻缘，新浪公益还公开为她招选，最终选出了拿得出手的8位候选男友。然而，没曾想面对一众英俊男熊，美兰却丝毫提不起兴趣。于是，工作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，给美兰做了一番生理检查。 最终结果真的是美兰被亚特兰大动物园弄错了性别，眼前这个秀气的美兰竟然是公熊。此事一出，引起了熊猫基地的高度重视，并立马为美兰拨乱反正，澄清她是妥妥的男子汉。谁料外界的笑声更大了，纷纷调侃美兰是女装大佬。不过美兰并没有为此伤心，反而沉浸在和女熊的相亲过程中，并摇身一变成为熊猫基地大名鼎鼎的种公兽。而那8只候选男友空欢喜一场，眼看娶到手的媳妇飞了不说。 反而多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。迄今为止，美兰已经有了7个老婆，23个娃，其中就包括顶流女明星花花。最可怜的就是当初和美兰相亲的熊猫5一，她可谓是一见美兰误终身。当美兰都已经儿孙满堂时，熊猫5一却成了基地有名的单身汉。只能怪美兰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她是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，靠呆萌可爱的外表圈粉百万。她也是全网最敬业的小熊猫，不仅能听懂四川方言，还会配合游客打招呼摆姿势。眼前这只圆滚滚的熊猫叫荷花，小名叫花花。不过她似乎并不认可这个名字，总以为和自己一块打工的3个土匪才叫花花，而自己的真名叫果赖。花花，搞快也喊你了。果赖。原来他叫果赖。小家伙2020年在成都繁育基地出生，并且是从小美到大的美人胚子。花花刚出生时就像没粘好的羊毛毡，笑起来眼睛则是亮亮的。而除了无敌的美貌外，花花的温顺性格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在成都大熊猫繁殖基地，每次到饭点，其他小伙伴都很积极，只有花花永远是不紧不慢，时刻保持淑女的姿态。吃饭的时候是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动嘴绝不动手，即便吃的掉在一旁，他也懒得用手捡，并且小伙伴还会经常抢花花的食物。当花花好不容易包好笋子后，觊觎很久的小伙伴直接上嘴抢过去。因为多次被抢笋，花花直接放弃抵抗，甘愿成为小伙伴们的包笋机器。看到土匪过来抢，他直接拱手相让。不过好在饲养员谭爷爷非常宠花花，担心花花会被饿瘦，会经常给他开小灶。也正因为花花的温顺性格和超高颜值，让她一跃成为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。每次出场都自带游客尖叫的背景音乐。而由于花花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，有时候保安都不得不出面控场。让大家都看一下花花嘛，你们都看完了，后面怎么办？然而别看花花平日里的性格十分温顺，但好脾气不等于没脾气。花花最讨厌的就是游客们说她胖。某天花花正在很高兴地啃着竹子，但却听到游客用四川方言嘲笑她没有脖子，还在吃，脖子都没得了。花花顿时感觉手里的竹子都不香了，立马伸长脖子告诉游客自己明明是有脖子的。这样可爱的国宝谁又能不爱呢？福宝超级巨星的身份终于藏不住了。
谁能想到福猪猪竟然是熊猫界唯一一只影视歌3期艺人，并且3个领域都发展的风生水起。众所周知，福宝是唯一一只拥有艺术照且发行过写真集的熊猫。当无数黑白团子还在绞尽脑汁拍彩色照片时，福猪猪早就轻轻松松实现了梦想。2021年，爱宝乐园还专门为福猪猪推出专属纪录片《福宝日记》，由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配音完成，记录了福宝的生活日常和成长点滴。而福猪猪如果是人类的话，相信一定和这个小女孩一样软萌可爱。不过要说福宝发展最好的，当属歌唱界。早些年，福宝专属主题曲《Baby Panda Song》横空发行，这首歌由爱宝乐园为福猪猪量身打造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盼达。福艺珍也因此成功进军歌坛。如今，福猪猪除了在影视歌3期发展，还在央视正式出道，一跃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前段时间过3岁生日时，就连驻韩大使及其夫人都亲自到场祝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福宝如今还有很多战歌战姐，经常能看到他们扛着长枪短炮，对着女明星福艺珍咔咔就是一顿拍。如此看来，爱宝乐园哪像一家动物园，更像是打造流量爱豆的经纪公司。而福宝如今能成为世界级巨星，自然少不了2位经纪人江爷爷和宋爷爷的功劳。想当初福宝出生时正值疫情，前来看宝家族的游客寥寥无几，江爷爷担心孙女没有热度，生活质量会下降，于是便耗费大量时间为福宝拍了一则又一则视频上传到网上。幸运的是，软萌可爱的小福宝瞬间俘获了大批猫粉的少女心。等到疫情退去后，前来爱宝乐园看他的游客络绎不绝。起初害羞的福猪猪会背对着游客，江爷爷就会耐心的一遍遍纠正他的坐姿。好在福宝也终于明白了爷爷的良苦用心，如今每次在外场营业都会正对着游客。正因为2位爷爷对大孙女的辛苦谋划，才让福猪猪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。明年7月份，福宝将要回国，相信2位爷爷努力为他挣来的保命符，能让福猪猪今后的日子一如既往的快乐。如果少了爸爸妈妈和爷爷们的陪伴，快乐很难，那就希望福宝能永远健康生活下去。直到看见奶爸不顾自身安危，帮难产的熊猫妈妈接生，才发现国内从不缺有爱的饲养员。这是大熊猫怡然生产前夕的画面，痛苦不已的她不断伸出手向奶爸寻求安慰。奶爸温柔地摸了摸怡然的手，示意她不要害怕。就在刚刚，怡然出现了分娩的症状，焦躁不安的她在房间内不停转圈。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，奶爸给怡然准备了箩筐和竹子。只见他先是警惕地上前闻了闻箩筐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又仔细地检查着场地，最后怡然慢慢靠近竹子，翻过来看了看，在确认一切都安全后，他把竹子叼到了一个角落。原来大熊猫妊娠后期会为宝宝筑巢，只为让孩子刚出生有个舒服的环境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强烈的阵痛感再次袭来，疼痛难忍的怡然开始疯狂抓木头缓解。短短几分钟，一根粗壮的木桩只剩碎屑，很难想象他此时此刻承受了怎样的痛苦。看到奶爸过来，怡然赶紧上去求安慰，他双手抓着栏杆，拼命的想靠对方近一点。奶爸轻轻抚摸他的手，不断安慰着。之后奶爸还递给怡然一根竹子，想到一会生产要耗费大量体力，他乖乖接过去大口吃了起来。期间奶爸一直温柔的陪伴在旁，而怡然的情绪也明显有所缓解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所有奶爸奶妈都紧张到了极点。看到怡然蜷缩在一个角落，痛苦的不停变化姿势，却迟迟没有生产的征兆。于是奶爸决定冒险进入笼内净身安抚。在经历漫长的等待后，熊猫宝宝终于要出来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却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原来幼崽卡在了阴道口，如果不及时救助，随时都有窒息的风险。紧急关头，奶爸直接冒险进入产房，一边用蜂蜜分散怡然的注意力，一边帮助其将幼崽取出。看到奶爸拿走宝宝后，怡然也只是走到围栏前静静等候，因为他相信最爱的奶爸绝不会伤害崽子。很快，工作人员将检查完的小家伙送了过去。产房内的怡然看到后着急不已，等到工作人员打开房门后，怡然迅速冲到孩子身边，轻轻叼了起来，然后慢慢朝角落走去，找了个有安全感的地方照顾怀里的宝宝。这一刻不禁让人感叹万物有灵，永远臣服于世间最伟大的母爱。而那些默默付出的饲养员们也值得人们尊敬，比西直门三太子蒙兰还社牛的社交悍匪黎堆有多会整活。眼前这只正在仰泳的大熊猫，正是都江堰形象代言熊小堆堆，母亲是八里台大姑奶奶格格，姐姐是金虎的心上熊妙音。每天营业时间，堆堆都会疯狂整活，不是叼着小火车在水中来一段劲舞，就是给大家表演一出小熊采蘑菇。看着稳健的步伐，矫健的身姿，不出意外走到下一朵蘑菇跟前就会翻车。偶尔这小子还会表演拿手绝活擦玻璃。让我们一起而堆堆的四熊后花园里还有一个游泳池，闲来无事的时候，300斤的他会在里面来一波仰泳，主打的一个整活锻炼身体2不误。可以说论整活社交悍匪，堆堆绝对是专业的。哇麦 K，哇麦 K，哇麦 K。
ว่าไม่แค่ปุลปิ้วปุลปิ้วคงลงทางหลังทางหลังทา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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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堆堆还有一个萌蓝同款太空舱玩具。众所周知，为了防止三太子搬到墙角，当成越狱的垫脚工具，于是动管部的木叔便用大铁链给他锁住了。而堆堆的太空舱就比较炸裂了，奶爸奶妈直接用水泥给他焊在地上，果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。难不成堆堆这小子也有越狱的前科？堆堆最喜欢的就是和游客互动，尤其是特别喜欢小朋友。当看到对方隔着玻璃抚摸自己时，堆堆特别配合，最后还送上了一枚香吻。这天工作人员在他旁边擦玻璃，堆堆抱着新玩具小黄鸭疯狂给对方展示。看到对方在擦玻璃，堆堆还伸出左脚跟着擦。随后工作人员还跟他玩起躲猫猫的游戏。有爱的一幕真的让人倍感温馨，但社牛悍匪堆堆也有害羞的时候。当玻璃姐趁这小子不注意偷偷亲了他一口时，没曾想堆堆竟满脸娇羞倒在地上不见人了，并且小家伙超级粘人。这天到了下班的点，奶爸喊堆堆回家，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堆堆竟径直走到直播一天的主播面前，跟对方贴贴告别一番后才肯离开。如此懂事体贴的小熊，谁看了不心软软？等到闭馆，游客纷纷散去，离堆则是轻轻地推开心爱的瑜伽球。难过的退缩到小门口，久久不肯出来。这一刻真切感受到大熊猫也需要陪伴。此外，堆堆还有一位超级有爱的奶妈。小家伙吃的竹笋是剥好皮的，竹子是劈成3口的，就连胡萝卜是切成2半的。能被如此好的奶妈照顾，这小子实在幸福。而喜欢热闹的小堆堆也值得人们的关注。第一次在熊猫身上看到风情万种，身为已经生完3胎的妈妈熊，圆润眼中仿佛盛满世间所有温柔。坐月子带2娃的疲惫好像从未出现，每天出外场时都精神抖擞，面带微笑。当圆润出来遛弯吃水果串时，他边吃边眨巴着大眼睛看向游客，像个宝宝似的坐在地上小小一坨。就是说谁家小熊生1胎美1圈啊？或许这就是母爱能治愈万物吧。因为担心崽崽们在内舍等着急了，圆润顾不上和猫粉们交流感情，直接咬坏麻袋打包果果回内舍吃。有时奶妈在内舍打扫卫生，听到双胞胎宝宝打架的狗叫声，圆润会耐心的等奶妈忙完再进去，因为知道有饲养员在，孩子就不会有事。当初小4狗和姨姨们见面时，懵懵懂懂的模样，不知融化多少姨姨的心。小家伙有些胆怯的躲在毛奶妈脚下，像牛皮糖似的抱住小腿不撒手。好在奶妈的陪伴给了小4狗底气，他像小人似的坐在石头上晃悠脚丫，不小心跌下来后又继续爬上去玩。这倔强的性格简直和圆润一模一样。而小3狗长得跟2狗姐姐很相似，蓬蓬脸飞扬的小鸟眼线格外精致。虽然 mini 菜的手脚还有些不听使唤，但并不妨碍他在年会上凶其他小熊友。只能说不怪小狗天天着急回家，这2娃谁看了能不想疯狂撸？尤其陈圆润还特别重感情，母性强。当初他生润9时还是个6岁的宝宝，因为没有经验，不小心把崽崽踩伤了，奶妈便用盆盆奶换走润9送去手术，之后交由好闺蜜淼淼代替抚养。当圆润生2胎润月时就有经验了，她高高举起曾踩伤润9的脚，随后把刚降生的孩子抱在怀里轻轻舔舐，一整个就是温柔妈妈的模样。因为对崽崽爱不释手，天天亲亲抱抱，以至于2狗从小就拥有一身黄毛。就算花花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，温柔的圆润也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她。花花趴在怀里吃奶吃到睡着时，即便小狗累得直喘气也不叫醒她，而是满脸慈爱地舔舐着干女儿。这一幕不知让多少猫粉倍感温馨。当调皮捣蛋的润月开启废妈模式，小狗打不还手，默默忍受孩子瞎胡闹。虽然知道润月从小就性格独立，但圆润总是喜欢凑上去和闺女贴贴。得逞后脸上满是掩藏不住的笑容。想必在菜花园里的这些时光，就是圆润最开心的时刻吧。希望小狗在3狗4狗的陪伴下，越来越美，熊生每一天都快快乐乐。眼前这只屈膝盘坐举盆祈祷的小熊，就是盆盆教22级小信徒帮帮糖。因为得知女明星花花求果果成功，小家伙边回味盆盆奶的美味，边祈祷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盆盆奶。或许是帮帮糖的祷告起作用了，奶妈竟端来特大号盆盆奶给他喝。这码数跟雪雪老祖的盆有一拼，第一次看到有小熊喝奶喝出牵强的感觉。此外，帮帮糖的好朋友永动机同样是盆盆教的忠实拥护者，每当他喝完自己的那一份，总会热心的帮小熊友们刷碗。被抢盆的秦小乖为假装自己很合群，立马埋头表演无实物喝盆盆奶。相较之下，于爱的脾气就没这么好了，被于可抢盆盆奶后气得骂骂咧咧。这天可爱兄妹照常聚在一起喝盆盆奶，但于可喝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头扎进妹妹的盆里疯狂舔盆底。爱急得立马叼起盆并牢牢抱在怀里，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盆盆奶的模样。结果当爱埋头准备继续享用美味时，震惊的发现碗里竟一点残汤都没了。爱愤怒的高举罪证给粉丝看，小嘴叽里呱啦的不停疯狂输出。于可自知理亏不敢回头，尴尬的舔手，感觉下一秒爱就要用盆砍他了。可以说爱姐对盆盆奶的喜爱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，就算是最亲的外公来收空盆也不行。这天可爱兄妹喝完奶，外公来收盆，爱立马把空盆藏进怀里不想给。
结果外公一招声东击西，轻松得手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此外，盆盆教最虔诚的信徒还得是七仔，明明已经14岁，还是好几个孩子的爹，但黄毛对盆盆奶的痴迷程度不减反增，并且喝完后还会把盆舔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就不用麻烦奶爸洗碗了。对此 cos 待产母猫的饲汤员不服，黄毛也没有生仔，咋能喝盆盆奶呢？就因为熊家没有2位金主爸爸撑腰吗？即便盆盆奶在熊猫圈雄气火爆，但他也有搞不定的小熊，那便是天津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。因为怀疑奶爸在盆盆奶里下毒，就连爪子不小心沾到奶都会嫌弃无比。你想有哪有小熊不喝盆盆奶了？你把盆盆奶搁床上闻了闻让甩，不是要毒死你，你尝尝你试试，它弹性，总怕两脚受害的。感觉奶爸费劲巴拉劝半天，二姑奶奶只听到一句毒死你。或许这就是喜乐对盆盆奶敬而远之的原因吧。看到小奇迹赏雪景吃笋笋，才明白回国后的生活有多舒心。神树坪下雪后，基地四处银装素裹，王奶爸提着满满一桶竹笋和胡萝卜，细心的摆放在小奇迹经常去的地方。随后就见小奇迹坐在雪地上享用美食，一口咬下去，嘎嘣脆，简直香迷糊了。可以看到小家伙的脸盘日渐圆润，想必他私底下也没少炫奶爸送去的加餐。而小奇迹坐在雪中吃笋笋的画面，唯美到直击一亿们心巴，感觉世间万物都不及小奇迹美好。都说雪天和萌兰适配度100%，素有雪中霍建华的美誉，而小奇迹同样被官方封为雪中精灵，很难不怀疑萌兰整天忙着挖地道越狱，是想和这位头号竞争者好好 battle 一番。不过别看小奇迹在雪中很乖巧的样子，其实早已经被饲养员宠的本性展露无遗，再也不是先前可怜兮兮的样子了。这天王奶爸请假没有跟好蛋儿打报告，小奇迹很久没见到奶爸，逐渐变得暴躁，像宝宝似的嘤嘤怒斥对方狠心，随后更是直接转身用屁股对着游客，恃宠而骄算是被他拿捏的死死的。由于神树坪时常给熊孩子交换场地，通过探索新鲜事物防止滚滚的课本，前几日小奇迹的邻居苏锦和乔林就换成了真兰和盛兰2个小家伙。因为不小心看到邻居搬家的场景，再加上陌生的气味，小奇迹非常不安。只见他不停在场地内暴走奔跑，饲养员投喂的大竹笋也没心思吃，到最后累得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正在休班的王奶爸听说后，赶忙回到神树坪安慰小奇迹，并且好蛋儿睡觉时也在一旁守着。相信在王奶爸精心呵护和陪伴下，小奇迹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前几日元宵节，王奶爸来送加餐时，照例先递给小家伙一根笋解馋，并将精心制作的汤圆摆放在门口。王奶爸提着笋摆放在木架上后，还特地拿起汤圆示意他别忘了吃。但我们小奇迹可是个专一的熊熊，立马将场内的竹笋搜刮干净吃了，随后才皱着眉头浅尝了一口大汤圆。然而仅仅咀嚼几下后就放下了爪子，只能说第一次见小奇迹如此为难的模样。尽管这是最爱的王奶爸亲手做的，小奇迹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汤圆扔在了地上，并拿起竹子吃，内心 OS 完全忍不了一点。果然回到家后才有十足的底气，完全不用担心挑食会被指责。相信小奇迹未来越来越好，熊生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的度过。